今天讲迷茫，一部以盲人视角展开的恐怖片，导演仅用音效和运镜让观众始终处于紧张状态，仿佛置身于主人公的恐惧之中。结尾的反转更是让人脊背一凉。故事发生在丽莎身上，她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了病床上，而且双目失明了。身旁的护工阿伟告诉她，昏迷期间呢是自己在照料。过后阿伟把医生叫了过来，医生告诉丽莎，你的眼睛接触了化学物质导致的失明。听到这儿，丽莎也回想起了受伤的那个夜晚，当时她正在走路呢。这时一个戴面具的人突然冲了出来，往她眼睛里面喷洒了东西，又一拳将她打晕了。再次醒来时，她已在医院。之后的日子里，这段经历常常让她从梦中惊醒。警察找到了她，询问了她遭遇袭击时的一些细节。丽莎呢，虽然没有看清楚凶手的模样，但是她推断出对方既不是劫财也不是劫色，因为自己当时身上那把价值50万美金的小提琴既然没有丢，便断定呢这个人就是想毁了自己。因为丽莎呢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小提琴家，这么一来便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狂热粉丝所为。了解情况后，警察表示会尽快找出凶手，也希望他能适应新的生活。过后丽莎的弟弟打来电话，告诉丽莎说自己忙于工作，暂时回不来了，得2个月以后才能回去。不过他已经在市中心为丽莎租了一栋公寓，还找了个护工，就是之前的阿伟。画面一转，丽莎呢迷迷糊糊的来到了新家。贴心的阿伟为了让丽莎尽快熟悉新环境，便细心的向她描述了房间的布局，还带她四处逛了逛。由于阿伟还有别的病人需要照顾，不能在公寓里住，所以临走前他给丽莎留下了一个手机，并设置了快捷键，按1可呼叫自己，按2可呼叫楼下保安。为了缓解丽莎的孤独，第二天阿伟给她带了一只鹦鹉。丽莎本以为鹦鹉是绿色的，可实际上它是蓝色的。显然后天性失明让丽莎对很多事物的认知和现实产生了偏差，以至于她想感受世界更多的依靠想象力。时间来到晚上，丽莎清晰的听到隔壁传来一男一女的争吵声，接着门口隐约出现了一个女人正躺地上痛哭，随即又消失不见了。过了一天，丽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阿伟，她担心隔壁邻居的男人对她自己的妻子家暴，可阿伟告诉她说不要多管闲事。阿伟走后，丽莎还是放心不下邻居，思考再三走了出去，往邻居家门上贴了个纸条，主动邀请对方来家中做客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坐在家中的丽莎听到了敲门声，打开一看，正是隔壁的邻居，女人名叫丽娜。走进屋以后，两人闲聊了起来，无意间丽娜突然问起了丽莎当时失去眼睛时痛不痛。丽莎感到倍加疑惑，寻思你是怎么知道我眼睛之前没失明呢？丽娜解释道说是看到她脸上有伤。说完，丽娜转身就要走，丽莎把她拦了下来，询问道昨晚你家里发生什么了？丽娜说没事，我丈夫脾气有点不好，我们总是吵架。接着丽莎又问起了丽娜的年龄，丽娜说18岁。丽莎不信，觉得从声音和身材看都不像，说着就要摸丽娜的脸，但却摸到了伤疤，吓了丽莎一跳。就在这时，丽娜凑近丽莎耳边说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说完就匆匆离开了。丽莎走到门口，听到电梯上楼的声音，知道是她丈夫来了，便赶忙回了家。过后丽莎猜测丽娜的丈夫可能有家暴倾向，于是便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可警察说是丽莎多疑了，丽娜的丈夫从未动手打过她。至于脸上的伤，丽娜曾有自残经历，可能是自己弄的。见警察不相信自己说的话，丽莎就又把丽娜的事告诉了阿伟。阿伟说呢，自己跟丽娜的丈夫打过交道，他人很好，不像是会家暴的人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诡异的事情接踵而至。丽莎发现每天中午的11点多，公寓里都会传来警报声。阿伟安慰她说不要多想，楼下的警车呢恰好这个点交班。丽莎呢没办法，只能暂时相信阿伟。第二天晚上，丽莎打算上网查询一下丽娜丈夫的资料，看看他有没有犯罪历史，但是查了半天呢，啥也没查出来。完事丽莎就想去找丽娜，可是刚一出门就碰到有人从外面回来。丽莎上前打招呼，听声音发现是丽娜的丈夫。丽莎一惊，退回门口，不慎触发了电脑的朗读功能，把她刚才搜索的内容念了出来。丈夫见她在调查自己，便吐槽道自己的邻居真多疑，真爱管闲事，但你要是再管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听到这儿以后，丽莎受了委屈，便急忙给阿伟打了电话，让他过来一趟。当阿伟到了以后，得知邻居威胁起了丽莎，便急忙想要出去找他理论。丽莎见状，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赶紧拦了下来，说大可不必，我只希望你多理解我，多关心我就行。听到这话后，阿伟立刻应道可以，我会对你无微不至的关心。接着阿伟向丽莎表了白，并亲了她一口。这突如其来的亲吻和表白让丽莎没有反应过来，便急忙把阿伟招呼走了。过后丽莎回到了屋里，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开门声。
丽莎以为是阿伟，便走了过去向他道了歉，表示自己刚才说的话有点冲了，你的好意我领了，不过现在我状态很差，还没准备好开始新恋情。丽莎这话呢说了半天，见对方都没回应，便开始意识到不对劲，对方可能是丽娜的丈夫，或者是那晚的袭击者。于是她便立马跑回了房间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可下一秒，那人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，直到她昏厥。过后，丽莎找到了警察，告诉他说今晚袭击她的人和弄瞎她眼睛的是同一个人。可警察说，根据大厅录像显示，丽莎遇袭时没有陌生人进入大楼，邻居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丽莎百口莫辩，警长临走时说，或许是你无法接受失明产生了幻觉，但丽莎清楚自己经历的一切都不是幻觉，只是没人愿意相信。她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，于是她用电脑打下了遗言，接着又不由自主地走向了阳台，打算自杀。但令丽莎没想到的是，她竟然没有从高楼上摔下去，而是掉在了块和阳台齐平的地板上。丽莎一脸懵逼，在这里摸索了起来。她惊恐地发现，之前听到的外面的声音全是这屋里四周的喇叭放出来的。接着丽莎爬了出去，走到门前，打开了门，打算坐电梯下楼。可是令她没想到的是，电梯也是假的，电梯上下键底下有个钥匙孔，这才是真正开门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整个公寓都是假的。这时丽莎才明白丽娜说的不要相信任何人是什么意思。丽莎崩溃地躲在被窝里痛哭，冷静过后便把丽娜邀请到了自己家里，跟她说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问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丽娜表示，阿伟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照顾你。话刚说完，就传来了敲门声，是丽娜的丈夫来接丽娜了。过后阿伟回来了，丽莎忍不住爆发，质问阿伟为什么要骗她。阿伟无奈之下说呀，其实你和隔壁的女邻居一样，都是病人，都得了创伤后压力综合症，而且刚失明，为了照顾好你，保护好你，让你更好的融入新生活，才编织了这个美丽的谎言。你要是不理解呢，就辜负了弟弟的用心和花费。这番话成功破了丽莎的防线，她放下了戒备，打算和阿伟吃顿浪漫的晚餐。期间阿伟还为丽莎准备了一个小提琴，可下一秒阿伟一个敲桌子的小动作让丽莎起了疑心。她想起医院的医生和警察也做过这个动作，并且回想起阿伟曾经跟自己说过，自己从小和妹妹扮演各种角色逗母亲开心，那现在是不是也在扮演各种角色骗她呢？过后丽莎故意将水倒洒，然后趁阿伟不注意直接偷袭了他，拿了钥匙准备逃跑。他打开假电梯后的大门，进入了一条长长的走廊，摸到了阿伟扮演各个身份的服装，然后又来到了一开始的假医院，遇到了丽娜。这时他才知道丽娜是阿伟的妹妹，他不认同哥哥的做法，却摆脱不了，但没办法呀，俩人就以这种病态的方式相处许久。接着在丽莎的恳求下，丽娜透露阿伟房间的通风口是唯一的出路，丽莎只好原路返回。可阿伟已经醒了，他直接打晕了丽莎。等丽莎醒了以后，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椅子上，同时阿伟也向他坦白了这么做的目的，说他妈妈曾经生过一场大病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，酗酒的爸爸把他关进了地窖，一关就是2年半。这期间唯一支撑他的是丽娜隔着墙放的丽莎的小提琴曲儿，对他来说丽莎就是黑暗中的光。可他出来后发现丽莎不拉琴了，于是就把他弄瞎了，想要控制他，把他关在自己打造的鸟笼里，这样就可以天天为自己拉琴了。丽莎听到后灵机一动，假装妥协，说愿意陪在阿伟身边，然后趁阿伟不注意拿起旁边的电击枪电晕了阿伟。接着他找到了通风口，没摸到出口，只摸到一瓶喷剂，闻了一下，意识到这就是致盲剂，原来丽娜说的出路就是这个。这时阿伟追了上来，两人扭打在了一起，命悬之际，丽莎朝阿伟的脸上喷了导致自己眼睛失明的那种化学剂，阿伟痛哭的捂住双眼，自食恶果，演变成了盲人。接着丽娜出现了，她把阿伟关在了房间里，带着丽莎来到了出口，打开了大门。丽莎感受着外界和煦的微风，恍如隔世，仿佛从地狱回到了天堂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6个月以后，丽莎重返舞台，名气依旧响亮，虽然眼睛没能恢复，但生活不再迷茫。至此影片结束。